二叔放心，这次拍卖会已经安排得天衣无缝，所有出价竞买的修士都是我们早已收买下来不起眼的散修。这些修士从表面上看起来根本和我们叶家不相干，而且一等拍卖结束后，这些人也会立即灭口，绝不会走漏半点风声的。倒是皇上那边应付的如何呀？太医门和天魔宗怎么突然向宫中派出了玄清和七妙2名老怪物到宫中来了？不会是听到什么风声了吧？巫冠老者闻言也同样露出了担心之色。你们尽管放心，大哥已经探过他们来意，是从三皇观的那件平山印来的。前些日子三观已将各个部件完成最后的融合，此印已经炼成。这2家倒也耳目众多，仅仅从我们故意露出的一点点的风声，已经隐隐知道我们炼制的是何宝了。故而这次是向我们叶家施压的，要求将此宝出售给他们2家。这样也好，由此诱饵在明处，我们真正的计划就不会被他们注意了。不过为了以防万一，所有知道计划的长老最近外出都要结伴而行，别一不小心遭了这2个老怪物的暗算，被强行探查过神识就糟糕了。特别这次天魔宗来的七妙真人，更是擅长各种迷魂秘术，即使元婴级修士一不小心遭了暗算，也会不由自主地吐露出一切的。原来如此，这就安心了。但平山印也是我们千辛万苦才炼制出来，就这么便宜给这2家？便宜他们？哼，怎么可能？若只有一家找上门来，我们也许扛不住压力，只能捏着鼻子认了。但现在既然是2家起来，自然就有浑水摸鱼的余地了。大哥已经有了安排，平山印就算没法留在手里，也绝不会如此容易落到这2家手中资敌的。呵呵。巫冠老者和美艳妇人互望了一眼，不禁一头雾水，但却也识趣的没有再接下去。于是3人在聊了一会儿后就分手离开，各自行事。时间一天天的过去，转眼间就到了大拍卖会召开的日子。在这期间，阴罗宗尽管四处搜寻韩立的下落，但是他们寻觅的地方只是其他的坊市客栈、进京附近的一些修士聚集所地。韩立一心在道观中修炼血晶球，根本就没有外出一次，自然毫无所获。这日一大早，韩立变换了容貌，化为了一名黑脸大汉，将背后的竹筒幻化成一柄长剑，就飘然离开了道观，直奔晋西坊市而去。一路上他敛气收息，将修为降至了结丹境界，以免引起太多人的注意。结果和他预想的一样，越是接近晋西坊市，他所感应的高阶修士气息越来越多，其中固然以结丹期为主，元婴期的修士也不少，至于低阶修士反而是少之又少。看来稍微有些身家的修士都不愿意放过这一次的大拍卖。等韩立穿过禁制，一进到坊市中，顿时发现整条街道上到处都是各色打扮的修士，其中不乏众多奇装异服之人。不过他目光一扫之下，却在入口处发现几名面目阴沉的黑袍修士，正不停地扫视着进入坊市之人。其中一名男子赫然是那位葛天豪，但是天蓝圣女却不知为何并未出现在此地。韩立心中眉头一皱，但故作表面不知，往大殿方向走去，根本没有多看那些阴罗宗的修士一眼。但他方一抬腿走出2步，一道若有若无的神识立刻扫了过来，转了一圈之后毫无所获离开，直奔另一名刚出现的结丹修士。阴罗宗这种用神识扫视进入坊市修士的举动，倒不是每个进入坊市的修士都有如此待遇，只是那些面孔陌生，一看就是散修或者身份可疑的修士才有此遭遇。那些分属其他各宗各派的高阶修士，这些人根本理都不理。他们这种神识扫视的隐秘举动，对那些结丹修士还好，对方无法发现此举动，自然不会有什么反应。但几名元婴级别的散修
一进坊室便遭遇此事，自然心中大怒，冷冷地瞪了那些阴罗宗修士。好在阴罗宗这些人无意挑起事端，神识扫过之后没有后续举动，这让高阶修士纵然心中不满，但也不会因此招惹阴罗宗这等魔道大宗，也只能和韩立一样不快地离开。葛长老，听说那人精通易容幻化之术，我们守在这里恐怕根本无用吧？我叫几位师兄这般做，原本就是想打草惊蛇的，根本没想用此方法马上找出这人来。此人神通不小，我等没什么好办法可以识破此人真身，但这般气势汹汹地找他，说不定他心中一慌，还可能露出什么马脚来。就算这人能沉住气，丝毫不露破绽，你们也不用担心什么。屠武人和天魔宗也有些交情，林道友已经去向天魔宗的七妙道人借来了妙音宝镜，现在正在住处专心祭炼中，只要2-3日后就可驱使自如了。我现在能找出这人最好，发现不了也可让这人失去了警惕。一旦到了拍卖会的最后1-2日，在此境破形威力之下，那人就无处可藏了，可以迅雷不及掩耳地拿下此人。原来如此，我就说葛长老在宗内算无一策的本事，怎可做这种无用之功？若是这样，根本用不着宗主他们赶来，我们几人就可拿下这人，为宗内立下大功。希望如此吧。葛天豪干笑一声，望了望宝光殿，这次要对付这家伙，怎么看也是个狠角色，连宗内原来元婴中期顶级的4长老都可能命丧此人之手，哪有是那么好得手的？有什么意外出现也都不稀奇，还是多加小心的好。葛天豪这般默默想到，脸色不觉地阴沉了下来。这时韩立站在了当日曾看过的巨大石殿前，此刻这座宝光殿完全被一层五色光幕笼罩在其内，显得神秘异常。让韩立愕然的是，在这宝光殿上空竟然多出了另一座用白石砌成的单层大殿，虽然面积稍小些，只有下面石殿的1/3，但也有数百丈之广，停在空中绝对是一个庞然大物般的存在。而在韩立面前，一名筑基期的黄山侍从正恭敬地给韩立解释着什么。这时的韩立也不再掩饰元婴期的气息，这位拍卖会负责招待的修士虽然看韩立有些漫不经心，却丝毫不敢露出不耐之色。在殿门前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同打扮的修士，同样在招待着一些元婴级的高阶修士。至于结丹期的修士，则只能老实地走到大殿门前的一块石碑上，看着上面写着的东西。元婴级的拍卖会改在上面的九霄殿，结丹期的还在宝冠殿举行。另外元婴级别的拍卖会一人要交1000灵石，结丹期拍卖会一人要交100灵石。我没有说错吧？半晌后，韩立将目光收回，扫了眼前的侍从一眼。前辈明鉴，的确如此，这次参加拍卖会的修士比往年还多了3分，故而不得不从天机阁紧急调用来这九霄殿临时一用。另外缴纳的这些灵石也和往常一样的规定，主要是为了防止拍卖会过于拥挤，不得不出此手段控制拍卖会的人数。不过以前辈这等身份，那这些灵石自然是不看在眼内，否则若是什么人都可以随意进入此殿，那场地就算再大10倍也根本无法容纳。1000灵石，你们倒也真是会大笔捞灵石。不过就像你所说，只要能拍到我满意的东西，这点灵石自然不会在意。结丹期拍卖会我自然不会感兴趣，我要参加元婴级的拍卖会。韩立一抬手，10块终结灵石就扔到了黄山修士的怀内。前辈请进，元婴级拍卖会上午就会开始，这是拍卖会的牌子，以后数日的元婴级拍卖会，前辈持此牌就可一直参加。黄山修士一拿到灵石，脸上笑容露出更多，并从袖中抽出了一个带着号码的玉牌，递给了韩立。韩立伸手接过玉牌，二话不说，身上青光一闪，人就化为一道惊鸿，直奔大殿而去。这时早已有众多元婴修士先后驾驭遁光飞向空中，
等韩立飞入九霄殿大门时，只见门口处除了一层淡白色的光幕外，竟然空无一人。他眉梢一动，往手中玉牌稍微注入些灵力，就冲光幕晃了几晃，顿时从玉牌上射出了一道红光，所过之处光幕自行分开。韩立想也不想的身形一晃，人就再次化为一道青红飞射而入，随后光幕马上合拢如初。如此2个时辰后，前前后后足有数百名元婴级的修士陆续飞进了半空中的九霄殿。而在3声巨大的钟鸣后，大拍卖会就此开始。韩立坐在大殿偏僻的一角，冷眼看着大殿100余丈处的正前方，一名身穿皂袍的中年人正手捧着一块淡黄色的晶石，简单的介绍着此物。姜黄晶产于南疆西部大漠，只有在1000尺之下的沙地中才可能找到，材质坚硬无比，且可大量容纳土属性灵气，是炼制土属性法宝的上佳材料。此物底价8000灵石，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00。这位负责主持拍卖的修士是一名元婴中期修士，声音不急不缓，也没有任何多加的夸大言语。不过这倒也是很正常，若是一名低阶修士被数百元婴级修士同时注视着，那股巨大的无形压力足以让此人心神被夺，根本无法开口说话。而韩立仔细感应了一下，此人是元婴中期顶峰的修为，在没有发现拍卖会上有元婴后期修士的情况下，此人可说是殿中修为最高的修士，故而主持此拍卖会，倒也不会有谁敢肆意捣乱。而这块姜黄晶虽然是炼制土属性法宝不错的材料，但却没有出现踊跃出价的情形，只有寥寥3、4人出了几次价外，就被一名无名修士以12000灵石的价格拿下。下面的其他物品的拍卖也同样不温不火进行。韩立坐在椅子上看着这一切，神色平静异常，毫不奇怪。这个拍卖会要一连持续数日，首日拿出来的东西自然不可能有什么太好的。这些材料虽然相对一般的元婴修士也算稀奇，但是只要肯花时间，在拍卖会外同样可以搜集到。故而现在殿中大部分人除了真需要人外，也不会有人争抢此物。不过到最后，今日还是会拿出几件好东西，好勾起大家继续参加第2日拍卖会的兴趣。心中这般想着，韩立自然不会将心思放在拍卖会上，只是懒洋洋地留意着殿中的众多元婴修士。这些人虽然都是大晋顶级修士的一小部分，但却代表着大晋各个大小不同的势力，无论正魔两道都有。最引起他注意的还是坐在大殿中间的3名脑门锃亮的大和尚。这3名僧人，一个枯瘦如柴，一个肥头大耳，最后一个则是慈眉善目，长须雪白。3人全都是一身灰色僧衣，低首垂目，一副得道高僧的样子。这可是韩立第一次见到佛宗高阶修士，自然多望了2眼。结果坐在中间的那名年纪看起来最大的老僧立刻有所感应，朝着韩立的方向看了一眼。虽然目光和煦，但是韩立还是不禁心中一灵。这老和尚神识如此灵敏，佛宗在大晋能与道儒并驾齐驱，果然是有些鬼门道。韩立不愿无辜引起对方的敌意，当即神识收回，脸上露出若有若无的模样。而那老僧目光在韩立身上一转，神色不变，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。